我现在在上海的真如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写字楼的一个空置率，全部是空的。那么大一栋写字楼就没有看到过有人，对面的基本上全部是空置的，一点有人的痕迹都没有，包括这里。武汉的人都去哪里了？你们觉得武汉开店的少了没有？商场里面没有人，街道上面也没有人，到处都没有人。那谁能分析一下人到底都去哪里了？难道回农村养老了吗？还是说去大城市发展了？那么大的商场，说关就关了。哎，你看吧，各家各人搬个人了，好吧？你看，都忙得很，都撤场了，都是废品，没有给咱们要了。他们说5年之后，基本上所有的商场都像现在这样。2025年超大城市的人口变量来了啊！正儿八经减少的就3个地方：北京、重庆、天津。而这3个人口负增长的城市里边啊，流失率最多的就是北京。咱们来看组数据，2015年到2024年，北京20到29岁这个年龄段常住人口从461.8万锐减到248.9万，10年间减少了210.2万人。东莞现在都没什么人了，在工业区里想要找个早餐吃都很难了，外地人开的实体店全部都关门了，上班路上也不堵车了，整座城市的空城感越来越明显。没有外地人的东莞感觉死气沉沉。假如所有外地人都不回来了，那么东莞还会是以前的东莞吗？广东已经没人了，街上都看不到几个人，以前那种人山人海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大量的厂房都租不出去，很多大厂都搬走了，有的搬到了东南亚，有的直接就搬回了自己的省会。广东这边压力真的太大了，实体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中国人口进入负成长，出现人口收缩的省区越来越多。据报道，中国20至29岁人口10年间减少了约8000万人。5月22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份人口调查公报，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仅为 2.52 人，这意味着已经不是一个最低的3口之家状态，家庭结构似乎已经走向崩解。往年这个时候生意很好的，老外也很多的。今年你看，市场空空荡荡的哦。这应该是昆明最惨的商场了，整层的餐饮呢，基本上都全军覆没了。今天最后一家也喊峰哥来把设备拉走，全部都是空空荡荡。那三亚广场你看得了哦，那一排，看，除了那个卖珠宝的还开起的哈，那全部垮完了，商场都垮了的了。服不服？你知道这是天津哪儿吗？绝对的惨！去验炸，石头边管吗？全军覆没，全部换天，这得死了多少家庭？看嘛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，做梦都没想到失业率这么高，万万没想到。现在上海的情况真的很反常吗？它已经不是几年前认识的魔都了，而且今年各行各业都难到了骨子里。我刚刚从孩子的学校放学接他回来之后，然后刚得知这一届，也就2026年这1年级这一届，原计划的招生是5个班，但是现在听说因为人数的骤减，出生率降低很多，导致了现在可能只能开4个班。你敢相信吗？这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啊！以前的时候看个病，就连排个队挂个号都要等几个小时。你看看现在，都是空空荡荡的。现在的出生率多低呀，都没有什么小孩。去年出生了800万个孩子，20年，我跟你们说长期啊，20年以后，25年以后，这800万个孩子组成400万个家庭，一家生一个，只能生400万个孩子。大家能够听懂这种人口趋势吗？路媒财经杂志报道，根据31个省级行政区2025年底常住人口数据，相比2024年，仅有广东、浙江、新疆、海南、上海、西藏和宁夏7个省区常住人口实现正成长，24个省区的人口继续收缩，其中广东新增79万，居全国之首，浙江新增31万，紧随其后。江苏则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常住人口负成长。根据官方数据
2015年，全国20岁至2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.65%。到2020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时，这一年龄段已降至约 1.67 亿人。2024年进一步缩减至约 1.49 亿人，比重 10.56%。10年间，全国20至29岁人口减少了约8000万人。啥情况啊？昌平路这一排全部都搬走了，蓝地堡也关门了，啥情况啊？天哪！上海这人口数据真的太吓人了，2485.41万人口的大城市，2025年新生儿才10.7万，生育率呢只有0.66，比韩国、日本、港澳都低很多。上海是真的人少了，还是房租太贵了？看一下，那里有电话号码的，这边有电话号码的，这些都是要出租的房子，真的。然后也明显的感觉到今年人也少了很多。哎呀，对面那一排上面也写了。然后没有写的就是自住的，然后像这边也好多啊，这一排过去都是。现在上海最可怕的不是房价下跌，而是房东手上的房子根本租不出去。我在上海有几千套的房子出租啊，往年的4月房子早就租完了，结果今年好多房子都空着，问都没人问。这是我的车，放在这个院子里面，这个院子是不知道干啥的，没有人住的，我就放在这里了。我找了一块布，然后挡了一下。这里是我的门，我一打开就到外面了。深圳到底怎么了？以前差不多有2000多万的流动人口，现在怎么越来越冷清了？现在的深圳早就没有以前那股热闹劲儿了，街边的店铺一批接一批的转让倒闭，公寓大片大片的空着没人住，酒店会所冷冷清清的，连 KTV 这种娱乐场所基本上都看不到什么人影了。有没有发现今年深圳人少了好多啊？我在深圳定居了20年，从2个工厂倒闭到转型做带看中介4年了，感受到今年绝对是最少的一年。我在深圳做了10年的二房东，今年的空房是最难租的。往年开年的第1个月是租房需求最旺盛的1个月，但是今年正月都快过完了，像我们这栋今年1套都没有租出去。你有没有发现10年前深圳人口刚过1000万的时候，凌晨3点，大摆档都还有人在排队。可现在呢，深圳的人口快过2000万了。龙岗的工业城是空的，宝安城中村也快差不多了。龙华的华润万家以前非常热闹，现在呢，一些店铺关门的关门，剩下的也都冷冷清清。追溯中共国家统计局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，中国家庭结构崩解趋势明显。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，平均每个家庭户为 4.41 人。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的数字是 3.96 人。2000年为 3.44 人，2010年为 3.10 人，2020年是 2.62 人。进行数据对比可以看到，40年来平均每个家庭大约减少了2个人，这是罕见通过政策人为加速的家庭萎缩进程。从传统的3代同堂、4口之家到3口之家，再到现在的状态，人口危机已经无解。这里几百万没了，这里几百万也没了，这里几百万也没了，这里同样几百万全没了。这里是白云区的万达广场，曾经投入了50个亿、39万平方米的白云万达，广州第1家万达广场就是在这里，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落寞。这次来苏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业园区的人变少了。工业园区有很多的工厂已经不是24小时，当地做生意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顾客变少，三星以及很多外资已经撤离苏州。我们商铺的这个边上非常恐怖啊！这个在上山花园这一排的这个商铺各位老板很恐怖啊！关门的这个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。看一下口腔医院那口腔医院也关了，这一排短短一个地方全部关门这么多。说深圳的人口少了很多，很多都不信哈。我今年送外卖看见了很多楼房都空了，今天又送一个外卖，送到有一个这个天台落台的房子也空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落台你看这个落台非常的舒服都没人利用，种点小花小草是非常的不错了。
5月22日，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大陆人口为14亿0545万人，比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时的14亿1177万8724人减少632万8724人。年龄结构方面，大陆儿童人口占比下降，老龄化继续加深。2026年1月，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也显示，大陆人口持续下滑。2025年，大陆出生人口为792万人，较2024年的954万人减少约17%，死亡人口为1131万人，高于2024年的1093万人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2.41%。中共官方人口数据长期缺乏透明度，其实人口下滑情况可能更严重。人口减少也已反映到教育系统。近几年，大陆人口持续下降，各地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生源陷入困境，出现合并和关停潮。大专院校也出现类似情况。学校合并和关停并不只出现在东北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。结婚人数下降也是出生人口走低的原因之一。中共民政部数据显示，2026年第一季度大陆结婚登记169.7万对，较去年同期减少6.24%。从中共官方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到学校合并关停、出生人口下滑及结婚人数减少，多项迹象显示，中国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仍在加深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